我今天的打开方式是不是很奇怪？很多人来我家都说，哇，这啥啊？怎么跟你家的这整个氛围格格不入？没错，就是我最近最爱的小家电——艾灸灯。我的老年人养生模式已经正式开启了，我以后打算把这个椅子也换成电动按摩椅，躺着一边看书一边做艾灸。我跟我妈妈都很喜欢做艾灸，就家里的烟特别的大，味道也特别的重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做艾灸都很被嫌弃。但是这个艾灸灯基本上是没有味道，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艾绒的味道，因为它是把艾绒放到这个里面，然后通过热散出来的，它有淡淡的艾的香味，但是却没有烟。平时自己做艾灸还有一点就是温度一定要把握好。有一次我帮我妈妈灸，然后我就走神了，就烫到她啊，吓得我。但这个艾灸灯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这边是调温度的，这边呢是设定时间的，所以哪怕你灸着灸着睡着了，其实也不会担心烫伤。它用起来也是很方便的，它是可以推的，自由的把它推到任何一个地方。像我平时在对面那个台写稿，把这个灯放在我的背后，边写稿边灸，啊，听起来好像很心酸啊。所以我说它是不求人的艾灸神器，每一个养生少女必备。当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啊，确实不好看。每一个来到我这个房间人都会说，你怎么有一个这么丑的灯？如果它能够改进一下它的外表就更好了。接下来呢，要推荐的这个懒人必备的家用电器就是抽湿机。在南方住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它有多潮湿，尤其是到梅雨季节的时候，墙上都在冒水的那种。我其实已经充分的警惕了这一点，但是到换季的时候，我的鞋子、包包一拿出来都发霉了。打开衣柜的时候有那种很潮的味道，我一在湿气很重的地方，我就会觉得我整个人特别的没有精神。所以这个除湿机就是我家使用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电器。我搬家的那一年买的，到现在也有快5年了，但是依然运作良好，就跟我一样。我之前也买过一些别的，就老觉得好像没有用，抽了半天都没抽出什么来。买了它以后就发现，原来屋里有那么多水，最高纪录就一天抽了3桶水。它的功能就很简单了，选一个连续除湿，水满了也没关系，因为它的水一满它就会自动停止。我只要一回家就发现水箱已经满了，我就去把它倒掉，塞进去以后不用再开开关，它就会继续开始出，可以推到各个房间。缺点也很明显，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声音，但都很吵。当它装满水的时候，要把它拿出来，还是挺重的。出得太满，我拿出来的时候就颤颤巍巍，又会把地板搞湿。尽量不要等到它全部都满上来的时候再去换水箱。用这个连续除湿的模式回来，你会发现屋里的温度会升高。它不仅干燥，它还是有升温的功能。如果是很热的天的话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我发现我现在每天回到家都像大爷似的，就是直接就躺平了。不是因为有人伺候我，而是因为我找了很多机器伺候我。我平时很喜欢自己收拾家里，但是我就特别不耐烦拖地、扫地。有了它以后，我连钟点工阿姨都不用请了，因为它很方便的。就像现在这样，它清洁完，然后是可以自动回家的。我管它叫小石头，但其实人家的全称是石头自清洁扫拖机器人 G10。为什么我说它特别方便？因为你们看，打开这里就是它的2个水箱，一个是脏水箱，一个是清水箱。它清洁完回来以后呢，自己洗澡、喝饱水以后又出去工作了，是不是超级的省心？我们的人类可能很快就要被机器人取代了。像我这么懒，机器人很快就要占领我家了。但像我的地板，有时候会滴到一些茶渍什么的。你看，这是它刚擦完的地面，是非常干净的，而且很亮。无论是这种瓷砖，还是我衣帽间里的木地板，或者是地毯，它都会清洁的特别的干净。最可爱的是，遇到地毯呢，它会把拖布抬起来，在地毯上工作的时候呢，就只吸尘而不拖地。就我的地毯上平时会有一点小幅的毛，我朋友经常会围坐在这里吃吃东西啊，喝喝茶，基本上扫过一次以后，也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而且小石头回基站或者洗完拖布出基站，拖布也是抬起的，这个细节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。如果非要说缺点嘛，我觉得只有一个，就是有一点点声音，但它的声音已经算很小了。反正我就算在家，我把它开着，我也觉得它不会对我有干扰，整体上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好啦，3个小家电就推荐到这里，我把它们3个归成一个系列，叫做懒人躺平小家电，就是有了它们就可以回到家自动躺平，解放双手。就是这些小
家电，我觉得是那种你好像不买也觉得不会怎么样，但是买了真的能大大的提升幸福感。不知道你们种草了哪一个？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多多点赞，我才会有动力分享别的哦。拜拜。